在北京，梅兰芳故居有多处，其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是一座典型的2进4合院。进入大门，青砖灰瓦的影壁迎面而来，并不显得突兀，倒造出了一种格外清幽肃静的气氛。院子坐北朝南，共有房间37间，总面积710平方米，是一处典型的小4合院。院子里有2棵柿树，2棵海棠树，寓有世事平安之意。在4合院前院与正院之间有一座门楼，人们称之为垂花门。对于住宅中的人们来说，垂花门的建设是必要的。它外形精美，清新脱俗，是装饰整个建筑的不二选择。垂花门将住宅的内部与外部分隔开来，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这里原为庆王府的一部分，原来有北房和东西厢房，后来又建造了前院的倒座房。倒座房中的3明1暗是大客厅，2门内的正房明间是小客厅。客厅的陈设朴素大方，墙上挂的是梅兰芳收藏的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戏曲画家沈荣溥绘制的同光13绝真迹。室中隔扇前放一座大穿衣镜，镜框四周是罗钿镶嵌的八仙过海的图案。梅先生晚年还曾对着这面镜子练过功，力求形体神态进一步臻于完美。长沙发旁边的一只木几上放着他1919年首次访日演出时，一位日本雕塑家为他塑造的半身同志雕像。沙发前放着一个明代的长茶几，桌面是一幅罕见的做工非常精细的竹刻山水画。这张茶几还有一件动人的轶事。1926年，梅先生在无良大人胡同住宅内接待瑞典王储时，客人是位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见此茶几上放着杯盏，叹息道：这样珍贵的艺术品上面直接放上茶盏，恐会遭到损伤，实应配上一面玻璃板保护它。梅先生认为他言之有理，便定做了一块玻璃板罩在上面，这样既可观赏，又保护了文物。小客厅的西侧是梅先生的书房坠雅轩，东侧是起居室，西耳房是梅兰芳和夫人福芝芳的卧室。东厢房原本是饭厅和厨房，西厢房是子女住房。西跨院的一排房子供客人居住。现在的东西厢房成了专题展览，东厢房陈列着他使用过的部分戏装道具。展出的是他那丰富多彩的手资和访美演出的照片。西厢房陈列着国外著名人士赠给他的字画，
礼物和纪念品，以及他本人的绘画作品。外院的展览室以图片和实物扼要介绍梅兰芳一生的艺术生活和社会活动，陈列着梅兰芳先生的生平、绘画、剧本手抄本和戏单等，以及梅兰芳戏剧的影像、录音。梅兰芳从1950年起，他就与这所院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所四合院里住了10年，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他还常在客厅和院落给子女和弟子说戏、排练身段，自己也时常在院内的海棠树下练功。梅兰芳已经站在了事业的巅峰，金钱荣誉加身，然而他却对奢靡无度的生活十分厌恶。他喜欢朴素的生活，远离闹市，追求属于艺术家的宁静。10年之后，在这里他静静地走完了最后的日子。走在不大的四合院庭院里，梅兰芳京剧经典萦绕耳边。置身于青砖灰瓦和朱色的廊柱间，在徐徐的清风中，恍惚已身在高大的戏台之下，在满天飞舞的花瓣中窥见绝代风华。